大家好，这里是文澜小屋。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Stan Weinstein 的笑傲牛熊。作者 Weinstein 是专业价格分析者杂志的创办人兼主编，他曾连续15年运用自己的技术分析方法，成功判断了美国股市的每一次牛熊转换。像1987年10月股灾爆发前夕，多个长期指标已经明显转弱，他也因此转向防御，从而精准避开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单日暴跌。笑傲牛熊是一部以股票图形和市场行为为核心的交易指南，它揭示了市场交易的核心真相，所有的基本面利好或利空、盈利预期以及内幕消息都已经提前并完全反映在股价的变动中。全书建立了一套基于走势说明了一切 The Tip Tells All 的交易体系，通过价量关系和30周移动平均线，将股票的生命周期精确划分为4个阶段，为在任何市场环境下的买进、持有和卖出提供了清晰的标准。现在，让我们翻开这本书，学习如何看懂市场留下的信号，并建立起一套不受贪婪和恐惧干扰的交易纪律。许多人在交易时习惯阅读财务报表，收看晚间的商业新闻，希望从公司的经营状况中判断股价下一步会怎么走。这种做法建立在一个假设上，当前的盈利数据和新闻报道能够决定股价未来的方向。问题在于，市场根据预期，而不是当前收益进行交易。所有已经公开并受到市场关注的基本面信息，通常早已综合反映在股价之中。等一则利好消息登上报纸头条时，股价往往已经上涨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普通投资者在好消息公布后追进去，结果的很可能正是早期知情者卖出的筹码。走势说明了一切，真正值得依靠的是市场行为留下的痕迹，也就是图形上的价格和成交量。TS 工业的走势清楚地说明了基本面信息的滞后性。1986年，这只股票被推荐买入时，过去12个月的每股收益只有37美分，表现正常，却没有什么吸引力。15个月后，它的每股收益进一步下降到9美分，股价却上涨了2倍以上。皮德蒙特航空和光谱动力也是如此。在重大收购消息和巨额盈利公布之前的几个月，他们的交易已经出现明显异动。原本长期低迷的成交量突然大幅放大，股价随之突破阻力区域。虽然外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资金的行动已经提前反映在图形上。图形没有情绪，它只记录真实发生的买卖。当盈利增长、股票分割等消息引起大众兴奋时，早期买入的资金可能已经在顶部附近卖出。当悲观消息充斥报纸，投资者恐慌抛售时，新的底部也可能正在形成。所以，不要等新闻告诉你应该做什么，盯住价格和成交量留下的轨迹，根据真实的供求关系决定买卖。每天的股价都会上下波动，这些日间变化很容易掩盖真正的长期趋势。为了从杂乱的短期波动中看清股票的主要方向，需要用到一个重要工具——30周移动平均线。它的计算方式很简单，把本周五的收盘价和此前29个周五的收盘价加在一起，再除以30，就得到本周移动平均线上的一个点。把每周得到的点连接起来，就形成了一条较为平滑的曲线。移动平均线能帮助我们看清股价的长期趋势，避免被每天的涨跌牵着走。记住一条最重要的规则：如果一只股票的价格低于正在下降的30周均线，无论它的市盈率有多低，也无论它已经跌了多少，都不要买入。西联汇款曾经从68元跌到44元，股价在低位形成了一个看似稳定的交易区间，吸引许多投资者进场抄底。但它的30周均线始终向下，最初的向上突破也发生在均线下方。接下来的1年半里，股价从看起来已经很便宜的45元附近，一路跌到了8.5元。
雅芳也曾经是市场公认的优质股票。它从140元的高位进入第4阶段以后，每股收益仍从 2.26 元增加到 2.30 元。基本面看起来并没有明显恶化，股价却继续下跌。此后的14年里，它始终没有接近当年的140元高点和120元的向下突破点，仍在30多元附近挣扎。均线向下，说明长期趋势仍然不利。此时买入就是在和持续的卖压对抗。在股价站上30周均线，均线不再下降以前，不要采取买入行动。结合股价走势和30周均线的方向，任何一只股票都必然处于4个阶段中的一个，这就是股价阶段分析法。第1阶段，底部阶段。经过长期下跌以后，卖方力量逐渐减弱，股价停止继续下跌，30周均线也从下降转为走平。股价在支撑区域与阻力区域之间来回震荡，买卖双方暂时达到平衡。这个阶段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，即使买到了最低点，资金也可能长期没有动静。时间就是金钱，所以第1阶段通常不是理想的买入阶段。第2阶段，上涨阶段。股价向上突破第1阶段的阻力区域，站上30周均线，并伴随成交量明显放大。随后，均线开始向上倾斜。在这个阶段，股价的高点越来越高，回调低点也越来越高。真正值得持有多头仓位的时期就是第2阶段。理想的买点通常出现在最初的向上突破，或者突破以后第1次回撤到突破点附近的时候。第3阶段，顶部阶段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上涨，买方力量逐渐减弱，30周均线开始走平。股价不再稳定地运行在均线上方，而是围绕均线上下震荡，成交量往往很大。前期低价买入的人急于兑现利润，新买家则受到盈利增长、股票分割和各种利好消息吸引，不断进场接盘。ICH 公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它在第2阶段上涨结束后，股价开始围绕走平的均线波动。当时它的市盈率只有10倍，盈利仍在增长，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。但当股价跌破24元的支撑区域以后，第3阶段结束，第4阶段开始。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，它的股价跌去了1半以上。第4阶段，下跌阶段。股价跌破支撑区域，30周均线转为向下。每一次下跌都会创出新低，而反弹高点又低于前一次的高点。利维兹家具进入第4阶段以后，仍有不少投资者认为股价已经足够便宜，试图进场抄底。结果，他们买入以后只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新低。记住这4个阶段：第1阶段耐心等待，第2阶段买入并持有，第3阶段开始保护利润，第4阶段必须卖出离场。很多投资者把大量精力花在寻找某一只看起来可能上涨的股票上，却很少先看整体市场，也不关心这只股票所在的行业。这种做法忽略了资金在市场中的整体流向。无论一只股票的财务数据多么漂亮，只要大盘趋势不利，或者它所在的行业处于下降阶段，买入以后获利的概率就会明显降低。更合理的方法是采用自上而下的筛选顺序。第1步，判断整体市场的趋势。如果市场趋势不好，即使某些个股出现向上突破，也要保持谨慎。当大势对你不利时，成功的概率会大幅下降。第2步，寻找技术面表现最强的行业。同样具备上涨形态的2只股票，一只来自强势行业，另一只来自弱势行业，最终表现往往相差很大。强势行业中的股票可能很快上涨 50% 到 75%， 弱势行业中的股票或许只能勉强上涨 5% 到 10%。1981年初，石油价格已经上涨到每桶38美元，市场普遍相信石油价格还会涨到100美元，
石油类股票也将继续上涨。但图形显示，大多数石油股和整个石油板块正在形成第三阶段顶部。正确的做法不是继续买入，而是开始保护利润。此后的几年里，石油类股票大幅下跌。到了1982年，活动房屋行业的基本面仍然很差，行业图形却向上突破了牢固的第一阶段底部，相对强度也在上升。专业价格分析者在当年6月到8月之间，陆续推荐了8只活动房屋行业的股票。接下来的一年，这个行业的平均收益率达到 260%。第三步，在强势行业中挑选图形最好的1到2只股票。通过这3步筛选，最终买入的股票既有整体市场的支持，也有行业趋势的推动，同时自身的走势也足够强劲。进入强势行业以后，往往仍有多只股票可供选择。仅仅处于第二阶段还不够，还要用3个条件把表现一般的股票筛出去。第一个条件是上方阻力越小越好。假设一只股票过去从50元跌到20元，随后在20元附近形成底部，当股价重新上涨时，过去在30元、40元甚至50元买入的人，很可能会在接近成本价时卖出解套。这些潜在卖单会形成一层又一层的阻力，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，应该选择上方套牢盘较少的股票。创出多年新高甚至历史新高的股票，往往没有沉重的解套卖压，上涨空间也更加开阔。第二个条件是相对强度。相对强度衡量的是一只股票相对于整个市场的表现。如果大盘上涨 10%， 而某只股票只上涨 5%， 那么它虽然也在上涨，却明显跑输市场。不要买入相对强度线正在下降的股票。理想的情况是，股价向上突破时，相对强度线也在向上，并由负值区域进入正值区域。我们要找的不是勉强跟随市场上涨的股票，而是能够跑赢市场的股票。第三个条件是成交量确认。股票在第一阶段形成底部时，成交量可以没有固定规律，但当股价突破阻力区域，进入第二阶段时，成交量必须明显放大。股票可以依靠自身重力下跌，上涨却需要强大的买盘推动。一个实用标准是，突破当周的成交量至少达到过去几个月平均周成交量的2倍，或者突破前连续3到4周的总成交量达到此前相同时间跨度平均成交量的2倍，同时突破当周的成交量仍要明显放大。如果股价突破阻力区域，成交量却没有增加，最好的结果也只是表现平平，最坏的情况则是假突破，股价很快又会跌回原来的交易区间。所以，一只值得买入的股票应该同时具备3个条件：上方阻力较小，相对强度向上，突破得到成交量的确认。完成股票筛选以后，接下来要确定具体的买入时机和下单方式。股票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时，通常有2个标准买点。第一个买点是最初的向上突破，股价越过第一阶段阻力区域的上限，站上30周均线，同时成交量明显放大。第二个买点是突破后的回撤，股价突破并上涨一段距离以后，部分早期买入者会卖出获利，导致股价暂时回落到最初的突破点附近。原来的阻力区域在被突破以后，往往会转变为新的支撑区域。对投资者来说，可以在突破时先买入计划仓位的一半，如果随后出现成交量萎缩的回撤，再买入另一半。交易员则通常在最初突破时建立全部仓位。为了避免受到盘中价格波动的影响，可以使用撤单前有效的限价止损买单。假设一只股票的阻力区域上限是12元，只有当股价真正突破12元以后，我们才准备买入。可以把止损买价设在 12.125 元。股价触及这个价格，
买单才会被激活。但如果只设置止损买价，股价一旦突然跳空上涨，买单可能会在远高于预期的位置成交。为了控制买入成本，还要增加一个最高限价。完整的委托可以设为买入1000股 12.125 元止损 12.375 元限价。也就是说，股价达到 12.125 元时，买单开始生效，但成交价格不得高于 12.375 元。如果是一只成交量较小的股票，可以把限价范围适当扩大到 12.625 元。再加上撤单前有效，这张委托单就会一直保留，直到成交或者被主动撤销。你可以在周末冷静分析图形，提前设置好指令，而不必在交易时间盯着屏幕，受到恐惧和贪婪的影响。一套方法越机械化，越少依赖临场情绪，它的执行效果通常越稳定。很多投资者面对账面亏损时，会安慰自己，只要没有卖出，就不算真正亏损。但市场并不知道，也不关心你是在什么价位买入的。每天的市场价格，就是这项资产当时能够卖出的价格。当一只股票跌破重要支撑，进入第4阶段时，原本推动股价上涨的买方力量已经让位于卖压。大通曼哈顿在1986年的股价约为50元，市盈率只有7倍。13个月后，它的市盈率进一步下降到6倍，看起来似乎更加便宜。但这只股票已经进入第4阶段，股价也从50元跌到了34元。低市盈率不是继续持有一只下跌股票的理由。罗切斯特电子说明了另一个常见误区。很多人购买公共事业股票是为了获得稳定而丰厚的股息。当这只股票进入第4阶段时，一些投资者仍然舍不得卖出，因为不愿放弃股息。但如果得到 10% 的股息，却因为股价下跌损失 20%， 最终仍然是亏损。更糟的是，股价下跌可能反映出公司经营状况正在恶化，未来的股息也未必能够维持。在所有错误动作中，破坏力最大的是向下买入，摊薄成本。一只股票开始下跌以后，投资者不愿承认错误，反而投入更多资金，以更低的价格继续买入，希望降低平均成本。但这等于在市场已经证明第一次判断错误以后，继续扩大错误仓位。安娜康普在1983年至1984年间跌破18元，发出了明确的卖出信号。此后，它的股价从18元一路跌到了2元。任何一路向下的加仓，最终都只会增加股票数量和总亏损。专业人士的做法恰好相反，他们在市场证明自己正确时向上加仓，一旦股票走势与预期不符，就迅速离场。不要等待解套，也不要等待下一次反弹。当股票跌破支撑区域，进入第4阶段时，卖出并保住剩余本金。在第2阶段买入以后，股价会经历上涨，也会出现正常回调。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利润，同时避免因为一次普通波动过早离场，可以使用追踪止损。追踪止损是随着股价上涨，不断调高止损卖单的位置。投资者调整止损点时，主要参考前一次回调低点和30周移动平均线。固特异轮胎在1986年突破35元，进入第2阶段。买入以后，最初的止损点应该设在 29.875 元，略低于突破前的低点。这里有一个实用技巧，大量买单通常会聚集在整数价位附近，形成短期支撑。因此，如果止损点接近30元，不要正好设在30元，而要放在略低的位置，例如 29.875 元。随后，固特异轮胎上涨到50元，又回落到40元。当股价重新转强以后，止损点就应该从 29.875 元提高到 39.875 元，也就是前一次回调低点和30周均线的下方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随着股价不断上涨，止损点也依次提高。
1987年10月，固特异轮胎跌破67元，设在66.875元的止损卖单被执行，前期积累的利润随之落袋。默克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经验，在股价上涨过程中，即使价格偶尔略低于30周均线，也不必立刻卖出，但必须满足2个条件：30周均线仍然向上，股价没有跌破前一次重要的回调低点。默克在1985年以60元出头突破阻力，此后随着股价上涨，止损点一次次上调。1987年10月，他跌破190元，止损卖单被执行。这笔交易使最初投入的本金增加到原来的3倍。追踪止损的好处是不必猜测最高点在哪里，只要股价仍然保持高点越来越高，低点越来越高，就让利润继续增长。一旦趋势被破坏，止损卖单会自动把你带出市场。股票下跌的速度通常比上涨更快，上涨需要持续的买盘推动，而下跌一旦受到恐惧和恐慌驱动，卖单往往会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。当一只股票进入第4阶段时，可以通过卖空从下跌中获得利润。卖空就是从经纪人那里介入自己并未持有的股票，按当前价格卖出，等股价下跌以后，再以更低的价格买回同等数量的股票归还，从中赚取差价。寻找卖空标的时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态是头肩顶，它通常出现在一轮快速的第2阶段上涨以后，由3个反弹高点组成，中间的头部最高，两侧的左肩和右肩相对较低，连接2次回落低点的线叫做颈线。当股价跌破颈线，30周均线也停止上升并开始转弱时，就说明顶部可能已经完成，第4阶段即将开始。克莱克设备公司在1973年初形成了头肩顶，股价跌破支撑区域以后进入第4阶段，而当时整体市场也处于熊市。随后，这只股票出现了大幅下跌。卖空仓位建立以后，可以用摆动法则估算潜在的目标价位，先找到股票第一次下跌形成的低点，以及随后反弹形成的高点，用高点减去低点，得到价格差额，再用前面的低点减去这个差额，就能估算下一轮下跌的目标区域。休斯工具在1981年末跌到30元，随后反弹到45元，高点和低点之间相差15元。当股价再次跌破30元支撑位时，用30元减去15元，得到15元的目标价。几个月后，它的最低价达到 14.375 元。梅厄蒙特第一次跌到31元，随后反弹至 59.5 元，价差为 28.5 元。当股价跌破31元以后，根据摆动法则计算出的目标价只有 2.5 元。这个数字看起来近乎荒唐，但它最终还是跌到了6元。当卖空股票接近摆动法则估算的目标区域时，可以买回一半股票，锁定一部分利润，剩下的一半仓位继续持有，并用保护性止损买单控制风险。只要股价继续下跌，就逐步下调止损买价，直到市场反弹触发止损，剩余仓位完成平仓。笑傲牛熊是一部以股票图形、价量关系和30周移动平均线为基础，决定买卖行动的交易手册。它排除了所有基本面新闻和主观情绪的干扰。当股票放量突破30周均线，进入第2阶段时买入，并在每一次回调低点的下方设定追踪止损。当股价跌破均线与支撑区间，进入第4阶段时，立刻卖出清仓，甚至反手卖空。不去猜测公司的实际价值，也不理会市盈率的高低，只看市场资金的真实动向，供不应求就买入持有，供大于求就清仓离场。这里是文澜小屋，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，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，慢慢变富。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欢迎帮忙点赞转发，
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。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，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，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。感谢您看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